视频开头，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个男人拥有一茬大胡子，左拥右抱，非常的享受。关键是，他身边的这些女人竟然都是他的妻子。话说，这个男人外表平平无奇，那他只有可能是一位超级大富豪吧？可事实上，他是一位可怕的邪教头目，通过信仰的力量严格控制自己的信徒，逐渐转为虐待。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便被打断腿，被逼着吃屎、吃死老鼠，这些信徒们依然执迷不悟，誓死要追随着他。那么，这个男人究竟有什么魅力？而邪教到底又是如何操纵人心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1979年2月19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稀松平常的一天。然而，在加拿大的荒野角落里，有一群人却将这一天视为世界末日。他们就是蚁丘小子，加拿大先知罗克·瑟里奥特的信徒们。作为精神领袖，罗克自称摩西，他鼓励信徒停工辍学，宣传世界末日必将会来临。自己的使命便是拯救信徒们免遭世界末日的迫害。其实一开始，不管他们信仰些什么东西，至少没有搞出什么暴力活动、恶性事件，还算是无害。可是很快，随着手中的权力的扩大，罗克的控制欲也越来越强。他开始对信徒们实施极其严苛的控制，再加上酗酒等一系列恶习，更是勾起了他内心的魔鬼。比如，他强占了所有女信徒，使其生下孩子，美其名曰壮大规模。另外，如果有人起了异心，那么罗克就会用尽各种武器殴打他们，其中还包括了年幼的孩子。反正在他眼里，没有任何人能够成为特例。那么，这个罗克又是什么来头呢？1947年5月16日，罗克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家中共有7个孩子。罗克从小就特别聪明，也接受过正规教育。不过在7年级的时候，罗克便辍了学，开始自学研读圣经旧约。此后，他便对末日论特别着迷，他坚信善恶之间终有一战，到那时世界便会灭亡。在20多岁时，罗克皈依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严格遵守教会的规则，不吸烟，不吃垃圾食物，不喝酒，不吸毒。很快，教会便注意到罗克很有个人魅力，也善于说服他人听从自己的命令。渐渐的，事情不受控了。罗克在一次的组织研讨会时，竟然说服了一大群人辞去工作。最关键的是，接下来有许多教徒都因为崇拜罗克，转而追随了他。1977年，罗克成功创立了蚁丘小子，声称这将是一个没有罪恶、人人平等、温暖团结的大家庭，所有成员都像是蚁丘中认真劳作的蚂蚁，为幸福生活而努力。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末日邪教组织。罗克宣称自己是先知，劝说信徒们卖掉所有的财产，与家人断绝关系，搬到一起居住。作为精神领袖，罗克的使命就是带领信徒们在世界末日之前做好准备。加布里埃尔·拉瓦莱是一名年轻的护士，他在童年时期曾遭受过性虐待，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非常的痛苦，有时候几经崩溃。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下，加布里埃尔结识了罗克。当时他正处于抑郁症发作时期，状态很不好。为了找到生活的方向，加布里埃尔参加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系列讲座。罗克在得知他的情况后，鼓励他参加自己举办的夏令进修会。另外，他还假称自己是一名治疗师，正在筹备开设一家健康中心，就缺乏像加布里埃尔这样的人才。因此，罗克多次暗示他可以放弃护士工作，与他一起投身为健康事业。很快，罗克开设了一家健康生活中心，旨在用有机食品替代医学，推广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他宣称他的治疗方法能够治愈任何疾病，而这确实吸引了不少求医的人。罗克也因此赚到了一些钱，只不过他的最终目的是围绕着招收信徒，扩大邪教的规模。另一边，罗克带领蚁丘小子居住在魁北克省萨摩维尔镇荒野深处的一块偏僻土地。信徒们不仅交上了自己的财产，还在罗克的安排下做苦力、造小木屋。他要求手下的信徒穿着不同颜色的制服，女性身穿一件绿色的束腰外衣，男性则身穿相同款式的米色。而罗克则身穿一条深棕色的长袍，与信徒们区分开来。其实自从邪教成立后，信徒们的好日子也到头了。罗克收起了伪善的嘴脸，定下了极其严苛的规则。除了出售手工艺品及烘焙食品之外，信徒们无法与外界有过多的接触，而且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罗克的监视。如果有人看起来不够忠心，那罗克就会惩罚他们。要是有人胆敢逃离组织，那便会激怒罗克，他就会用皮带、锤子等武器殴打对方。那罗克的严格统治到了什么程度呢？据说只要他不在场，蚁丘小子们是无法相互进行交流的，就连发生性关系也得向罗克打申请报告。而除去身体虐待之外，罗克还有一个极其变态的嗜好，那就是在别人身上甚至还强迫信徒们吃自己或者别人的
1979年2月，当罗克嘴里所谓的世界末日到来时，世界并没有毁灭。罗克的解释是，现实世界与上帝的世界在不同的时区，即便胡说八道，信徒们对此都深信不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罗克更是加剧了虐待行为，同时对信徒的控制越发极端。为了扩大邪教规模，让信徒们继续保持忠诚，罗克便开始实施一夫多妻制。他本人与所有女信徒都结婚，并使其怀孕。据统计，他有9名妻子，一共生下了26个孩子。这个时候，罗克也不装了，他开始吃起了垃圾食品、抽烟、酗酒，这些恶习使他变得越来越偏执，开始把虐待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而且，罗克每次惩罚信徒时都不会避开孩子，所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见识过父亲生气的后果。在孩子面前，罗克自称是一名外科医生，他会使用厨房用具，像钳子或喷灯，对信徒进行手术，以此来展示他神一般的治愈能力。当然，手术非常业余且完全没有必要，这些都不过是罗克掩盖自己古怪罪行的说辞罢了。不过，这些可怕的行为，罗克也从不避开公社的孩子们。他们除了亲眼目睹残暴的人体手术之外，有时候也会被罗克钉在树上，逼迫其他孩子向他扔石头，甚至还会毫无征兆地拔掉孩子的牙齿和指甲。反正一切的一切，全凭罗克的个人心情。在整个组织中，压根就没有一位信徒是完好无损的，而且大多数人都在类似的惩罚当中失去了四肢、牙齿、手指和脚趾。1989年，罗克的一名妻子索朗抱怨腹痛，罗克立马来了兴致，赶紧准备给她做手术。他先是强迫索朗脱光了衣服，躺在厨房的桌子上，然后猛击她的腹部，接着用一根塑料管子强行插入了直肠，往里面灌满了橄榄油和蜂蜜，给索朗进行了极其不专业的灌肠手术。接下来，索朗又被放倒，罗克用刀切开了他的腹部，徒手扯出了他的肠子。最后，罗克用针线完成了缝合。眼看着索朗情况不佳，罗克又将一根管子塞进了他的喉咙，让其他的女信徒向里面吹气。而上面的这些操作都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出所料，第二天索朗便去世了。这个时候，罗克依然没有停止折磨他，他宣称自己有复活能力，其中有一项复活大法，就是在索朗的头骨上钻一个洞，让每位男信徒都向里面泄欲，简直是丧心病狂。人死不能复生。最后，罗克号召信徒把尸体埋在院子里，自己则取出索朗的一个肋骨挂在脖子上当纪念。令罗克没有想到的是，索朗的惨死使加布里埃尔彻底清醒过来。实际上，在这之前，他也遭受过许多可怕的折磨。他的下体被喷灯灼烧过，还被拔掉了8颗牙齿，一根注射针头被折断在他的脊骨上。加布里埃尔曾尝试过逃跑，但又被抓了回来。等待他的便是进一步的折磨。罗克用钢丝钳剪掉了他的一根手指，用切肉刀砍断了他的胳膊，就连一部分乳房也没有逃过被切除的命运。加布里埃尔很清楚，再不跑，自己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索朗。于是他再次设法逃脱，并向当局举报了以丘小子。很快，警方展开了全面调查，可怕的反人类罪行逐渐被曝光。其实长期以来，警方一直怀疑罗克统治一个邪教组织，但以丘小子是通过正式注册的，而且注册地点还是在教堂。在法律上，警方无法调查里面的成年人，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保障儿童福利，送他们去福利机构。很快，罗克因多项袭击和过失杀人罪被逮捕，以丘小子这一邪教组织迅速解散。1993年，罗克承认犯有2级谋杀罪，被判处了终身监禁。而更为炸裂的是，在夫妻探视期间，竟然有几名妻子执迷不悟，为罗克生下了4个孩子。2009年，罗克想通过一家真实犯罪拍卖行出售自己的作品，因此还登上了头条，遭到了众人唾弃。只能说恶人自有恶人磨。2011年2月26日，罗克的狱友马修用刀刺死了他，这位混蛋领袖终于离开了人世。而马修本就因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他不会因为杀害罗克而增加额外刑期，简直是在为民除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个臭名昭著的邪教头目，就算长相凶狠，但通常都是善于言辞、富有魅力的。他们以此为优势，拉拢信徒，许诺内心脆弱的人们不受世界末日的伤害。为了进一步控制信徒们，通常来说有以下几条必经之路。首先，切断信徒与外界的联系，居住在封闭的荒野。罗克甚至还将信徒们彼此隔离起来，不许交谈。其次是操纵弱者的心理。罗克洞察人心，深知信徒们的弱点是什么，给他们画大饼，建立依赖关系。最后就是强化世界末日的概念，让信徒对死亡产生恐惧，不想也不敢脱离大家庭。可悲的是，即使邪教组织被揭发，仍然有个别信徒会执迷不悟，丝毫察觉不出自己的反常行为，这真是彻底没救了。千万不要小瞧邪教洗脑的威力，它能够完全颠覆一个正常人。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在各位的日常生活当中，有见识过什么洗脑的超能力吗？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真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